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入冬后要多吃莲藕，今天分享个莲藕的新吃法，加3个鸡蛋，不用炒，不凉拌，出锅松软香甜，比蛋糕还要好吃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结莲藕和3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莲藕，把洗净后的莲藕两头去掉。我们在买莲藕的时候要买这种两头封闭的，这样的莲藕里面会比较干净。然后再用削皮刀把莲藕皮削掉，因为莲藕皮比较脏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莲藕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到大碗中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3个鸡蛋，将它打入小碗中，再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，再把鸡蛋液倒入莲藕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莲藕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后，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加入1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莲藕汁，尽量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打好后，再把打好的莲藕汁倒入大碗中，加入4颗酵母，加入5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分次少量的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面粉我们一定要分次少量的加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粘稠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接着准备30克葡萄干，再加入30克红枣，全部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能让葡萄干和红枣褶皱里面的脏东西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大概需要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面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再用刀把红枣切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装入盘中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加入红枣和葡萄干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红枣、葡萄干和面糊完全融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
最后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4个小碗，在每个小碗底部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然后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再放上一些青红丝，这样颜色会更加好看，没有的可以不放。全部放好后，再把面糊分别装入4个小碗中，不要装太满了，大约6分满就可以。装满后，就用勺子把表面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平整。像视频中这样，全部整理好以后，盖上盖子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在表面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随便撒上几粒就可以。再放上蔓越莓干，像视频中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好看，而且口感也会酸酸甜甜的，更加好吃。全部放好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把它放入蒸锅中。盖上盖子，冷水上锅蒸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莲藕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拿掉，表面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稍微放凉后，用刮刀刮一下周围，这样方便脱模。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底部刷了食用油，非常好脱模，底部非常漂亮，看一下非常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再把它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莲藕小碗发糕就做好了。我家孩子隔三差五嚷嚷着要吃，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酸酸甜甜，特别的开胃。加了鸡蛋，营养也非常的丰富，和面包的口感差不多。尤其是不爱吃莲藕的小朋友，也能吃上几个，蓬松暄软，不回缩，不塌陷，吃起来松软香甜，比面包店里卖的蛋糕还要好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